我守寡30年，熬成一品太夫人，临死前才知道他娶我从来都是为了放过我妹。我困在后宅15年，替他撑起整个国公府。他35岁，丹药毒发，临终前连最后一面都不肯见我。现在我重生在赐婚宴上，一抬头看魏晨璧犹豫不决，而我身边的妹妹正攥紧帕子，指尖发白，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。我瞬间懂了，我们3个全回来了。他选我重蹈覆辙早死，选我妹毁他女官前程，都不选，抗旨抄家发配。我当着满座宾客没憋住笑出了声，像是听见我的嘲笑。魏晨璧猛地看向我，冤家碰头，恨之入骨。他似是拿定了主意，冲着我和妹妹的座位走来，站在我的跟前，满脸怒火。林大姑娘，若我今天定娶林家一女，你说我该娶你还是你妹妹？没等我开口，旁边的梅儿猛地站起身来。魏小公爷，既然真心相爱的是你我，就该我出嫁。魏晨璧没答应，反问我，林大姑娘觉得怎样？我一愣，潜意识的这时候梅儿并不是这么讲的。当时我俩刚考过女官选拔，她跟魏晨璧情投意合，正要谈婚论嫁。但国公府有个规矩，嫁进门就得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专心打理家务，相夫教子，绝对不会答应梅儿天天出去当女官。两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。3天前的元宵灯会上，魏晨璧在权，梅儿却放话，我哪怕嫁个普通人糊弄一生，也不想关在小公爷的后宅。魏晨璧为此赌气，求皇上赐婚，准他娶林家嫡女。我家仅我和妹妹2个嫡女。春季聚会里，他直接冲我们走来，问了我相同的问题，问他该选谁。我懂得，魏晨璧虽在问我，其实是给梅儿最终机会。可他咬紧牙，在前程与婚姻之间挑了前者。行，林兆梅，我满你的意，往后我便是你的姐夫了。魏晨璧立刻拿出圣旨压我，说要娶我。梅儿在我旁边呼吸一停，红了眼圈。许亲本是喜事，魏晨璧却紧咬着牙关，嘴上娶我，全程都死盯着梅儿。可现在梅儿却主动出嫁，想必她也重生了。这下好了，我们3人重新来过，回到各自的正轨。我悠闲啃了口脆桃，笑眯眯地回魏晨璧：二位谈婚论嫁，与我何干？不找父母，不找媒婆，妹夫反倒问起我来了。像是听见妹夫一词，他脸色一沉。看了好一阵子后，魏晨璧牵起梅儿的手：梅儿，娶你是我一生心愿。你安心，既然你过门，我定护着你，绝不让人折磨你，决意不纳妾。我又没憋住，冷笑了一下。潜意识过门的是我。我之所以困在内院虚度，都因他彻头彻尾的冷漠。定国公府内，老国公痴迷修仙，不管家务，全家都交由后妻白氏打理。白氏专横跋扈，我进门后百般为难，死抓大权。看魏晨璧无视我，他亲生的2儿1女也蠢蠢欲动。全家人找我的麻烦，3两天就塞小妾进房当眼线。起初我没搞懂为什么，咱俩井水不犯河水，何苦惯着魏晨璧天来折磨他的妻子。直到他们开始怂恿魏晨璧跟着老国公修仙吃药，我才懂了。他们不想给魏晨璧留后，甚至想霸占爵位，居心不良。那些所谓的仙丹多是朱砂、硫磺和硝石做的，长期服用会严重损伤身体，根本不是什么长生不老药。过去我直白地对魏晨璧讲，药丸有毒，你后妈就是盼着你死呢，赶紧停药吧。他却气乐了。我死了，对他们能有啥好处？我翻着眼，相公的脑袋里装的是豆腐吗？你没命，白氏的儿子就可接掌家业了呀。魏晨璧充耳不闻，说白氏进门10年，对他比亲生的还亲，说弟弟妹妹们也敬他重他，就算他继承了爵位，也不忍心和他们分家。他讲这话时，跟前正放着2粒仙丹，他不愿喝我亲自炖的滋补汤，却能毫无防备地吞白氏的毒药。我脑袋一脚踹翻桌子，把房里的仙药扔了个精光。看我不听训斥，魏晨璧更是成天睡在小妾屋，不肯多看我半眼。他们是白氏塞来的，肯定天天煽风点火，更是骗他吞下许多剧毒药丸，冲我发誓老死不相往来。午后闲坐，我仔细盘算了，我跟他之间是皇上赐婚，就算魏晨璧不在了，我作为国公府的主母，也要撑起这个家，哪怕不顾及他的死活，也得考虑我的前途。为了保住自己的退路，也为了完成御赐婚姻的责任，我与魏晨璧生下了长子真儿。从那起，我肆无忌惮地下手，赶走小妾，抢过管家权，为庶妹寻了一门合适的亲事远嫁，送庶弟们去军营历练。后妈白氏作恶多端，机关算尽，最终一无所获，机遇成疾病逝。这时老国公去世不久，魏晨璧也毒素攻心，常卧病床，全家更成了我的地盘。我10岁那年碰上大旱，看尸横遍野，心如刀割，就决定将来当个女官，爱民保民，为天下百姓出一份力。因此前生在我掌控国公府后，我换了法子来实现我的抱负。我借给丈夫祈福的名，请旨救助灾民，这些钱财本就来自百姓，用于救助灾民，正是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房东一搭粥旁办女子学堂和孤儿院。魏晨璧病亡的那天，我收到写满谢意的万民书，那是我嫁给魏晨璧以后头一回掉泪。外人都说我是忘不了亡夫，唯有我亲手带大的小儿子真儿最能懂我。
他一边替我抹眼泪，一边轻声宽慰，悲痛伤心，还请娘亲为百姓保重身子。后来真儿被我教得文武双全，聪明能干。他进朝当官，清白公正，遇难提时常来问候我，倒也变相的圆了我的当官梦。最终真儿官至丞相，学声遍及天下，外人只知我林氏女中豪杰，不淑男，教子有方，早忘了国公府的那群平庸之辈，重新活过。要说真有什么放不下的，就唯有我那风姿绰约的真儿了。可是好孩子，我最先是我自己林兆玉，然后才是你的亲娘。这一辈子我照样要为自己活，还要活出个不一样的精彩来。所以一进门，我便对父母开口，族里既然有长幼有序的规矩，就按原定计划，我先嫁给霍将军还恩，妹妹再奉旨嫁定定国公府。我要跟妹妹换婚。我和骁骑将军霍枫桥，不管前世今生，全是有过交集的。头一年，我跟着师傅赴江南治水，一股大水汹来，冲垮堤坝，我把师傅推到岸上，自己倒栽进河，刚好霍枫桥南下打水，看着危急，亲身跳进水，拽我上岸。见我喘不过气，他给我做了人工呼吸，这就保住我的命。大家围看凑去，这男女授受不亲，霍大将军要是不娶她，这姑娘可就没人敢要了。表情冰冷的武将拧眉，那是救命举动，怎能拿这逼人家成婚？苍天可见，就这一言一行，我就懂霍枫桥是个难得的君子。我痛快一笑，迎合道：要是有男的为这不想娶我，那也算不上好玩意儿，我还看不上呢。他猛然看着我，眼波一闪，眉毛慢慢放开。姑娘想得开，定可平安一生。我学着他抱拳头，打趣回道：大将心善懂事，也定能活着回来。因此到家后，我答应父母嫁给他，也不全是为了去报恩。这人如美玉，我心里喜欢，实在恨魏晨璧乱搞一通，扭转了我们4个人的命运。我不清楚上辈子若我嫁给霍枫桥，他死在江东的下场能不能扭转。可我懂得，我起码不至于像梅儿般痛苦。梅儿心眼不坏，哪怕跟霍枫桥没感情，也替他好好拉扯大妹妹，还领他一块进宫当官。可梅儿从小爱跟一大家子待在一块儿，因此不到22岁就耗在清冷的将军府独自支撑，肯定会眼馋我国公府人多欢腾。可我不一样，哪怕没一人相陪，我照样会铁心走我自己的路。活着有很多能够盼望的奔头，不在结婚这事上。而且我打小就比梅儿更熬得住冷清。女官考试，我之所以比她名次靠前，也是凭皇后娘娘的夸奖。邻家大女有悬崖孤松之骨，困境里定能迎难而上。这种好官碰上全靠运。皇后娘娘，上事错失，这辈子我绝不辜负您的恩情。现今我跟梅儿先后脚过门，2套红袍，姐妹拉手，总算盼来了自己想要的福气。我快出门前嘱咐梅儿，国公府虽人多沸腾，但人心难测，好多大家族就毁在屋里的明争暗斗里，千万别麻痹大意。特别听说老国公修仙，那些仙药要死了多少命，咱俩姐妹看的还少吗？你能劝就去劝劝，实在不行你起码别碰。但是这回魏晨璧娶的是她，还发誓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有丈夫护着帮着，肯定会轻松点。梅儿点头答应，也劝说我，大姐，自古打仗几人回，你姬家武将也该看开点，若真遇不测，便多去宫里忙忙差事，或陪家里小妹出去散心，千万别独自发愁，再添了病。上一世梅儿虽把公务打理得头头是道，但流芳百世，告老还乡之际，想起从前错失的爱人，再看身边空无一人，思念愁苦，最后在我前头病死了。于是此刻我俩把各自吃过的亏都掏心掏肺的说给了对方听。我眼眶发热，拍了拍梅儿的手背，又轻摸她的脸蛋。好梅儿，愿咱俩姐妹心想事成，大道平坦。我顺心嫁进了将军府，红布掀开，眼前看见的是照旧面无表情的帅脸。霍枫桥满身红袍，衬托的脸像白玉，原本该喝交杯酒，他却握着酒杯挨着我坐下，伤感低头说：林大姑娘不该嫁我的。我的心脏猛地一惊，莫非他也重生了？难道他跟梅儿上辈子做了夫妻，现在看上他？我又硬插了一脚，我心里发慌，问他啥意。霍枫桥解释说，姑娘今天过门，估计也看见了，我父母全无，就剩一个8岁的妹妹。他握紧酒杯，眉头紧皱。家里事事瞧不见，却最熬人的。我常年在外打仗，知道干的不多，家里杂事没人帮手。他转过头来，跟我两眼相望，怕媳妇受苦。其实霍枫桥不论前生还是这世，来我家上门提亲时，全拒绝过。前一世看魏晨璧换娶了我，梅儿一是正生着气，二来也真心多谢霍枫桥救了我，就拿死逼嫁。霍大将只好从了。可如今我冲他温柔一笑，眼神闪闪。大将咋知我不是真心想嫁给你呢？霍枫桥眼里透出不解，问我，林大姑娘真的想明白了。我直白说，没有公婆是少得一分照顾，但也少遭一分折磨。你的妹妹，我担保不管怎样都替你养大，只要你不挡着我进宫做官。他赶紧摆手，不挡着。我趁势一把抓紧那只大手，十指相扣。霍枫桥的手心有粗糙的老茧，烫得就像火炭，他的喉结往上一滚，英俊的脸庞明显通红一片。林姑娘，
喝光这杯交杯酒，可就要叫我娘子了，相公。我挨近霍枫桥，亲手为他喝酒。冷铁一样生硬的大将在我跟前害羞低头。娘子，我轻轻摩挲着他掌心的老茧，那是常年握刀留下的痕迹。这个在外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将军，此刻却像个青涩的少年。霍枫桥突然抓住我的手，眼神认真，说道：娘子，我是个带兵打仗的武将，生死难料，说不准哪天就战死沙场。带个孩子不好改嫁，你若害怕，我绝不碰你。看着那双真诚明亮的眼眸，我心头一暖。我坐直身子，认真地看着他。霍枫桥，今天既是成婚日子，咱俩就把话说清楚。我嫁你，既是发自内心，也是深思熟虑。你若心里也有我，往后绝不能像今晚这样，不问过我就先小看了我。他眼里立刻堆满愧疚，站起身，跟娘子初见，便知邻家大女赵玉是个女中豪杰，治水安民，不怕闲言。我不敢耽误姑娘青春，不曾想过娶妻生子，可见了你，却还是生了不该有的情谊。在我的跟前，生硬的大将开始卸下自己坚不可摧的铠甲。所以娶你也有我的私心，我心里有你，从头到尾只有你一个。他冲我抱拳行礼。今晚怪我，明知娘子坚韧如松，却还是拿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我把手一挥，罢了，我的过人之处太多，相公往后再慢慢发掘吧。霍枫桥跟着笑开，随我拉他坐到床边，红烛摇曳，映得两人脸颊微红。床帐缓缓落下，隔绝了外面的喧嚣。这一夜，两个孤独的人终于找到了彼此的归宿。红烛燃了一夜，第二天日上三竿，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房间，两人才慢悠悠地醒来。不用大早起来给公婆敬茶，是真省事啊。但我还是清醒了霍枫桥。新婚头一天，肯定是要跟小妹妹一块吃晌午饭的。妹妹名叫莲歌，虽父母早亡，但养得白白净净，胖胖乎乎，足见霍枫桥费心。可从看第一眼起，我便发觉莲歌看我带几分胆怯的巴结之情。她主动替我倒茶，帮我夹菜，还端来一碟桂花糯米糕。莲歌的声音细微像小猫，一双大圆眼里全是小心翼翼。嫂嫂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甜糕，望嫂嫂喜欢。我看一眼霍枫桥，他估计也看出了莲歌的害怕，有些为难，直打圆场说：嫂嫂爱吃什么，以后哥哥来做。厨房有明火，容易受伤，莲哥别再去了，行不行？莲歌不敢吭声，乖乖地望着我。我接过他的甜糕，问道：这么精巧，想必费了不少时间。小妹是几点起床做的？莲歌抓了抓头，老实回我：莲哥也不知道时间，只记得那时候天还黑黑的。奶妈说我只管早早做好，等嫂嫂来就行，免得丢了规矩。春寒冻人，你在这等了一上午吗？看莲哥点头，我的脸色黑了黑，把糕点轻轻放在桌边。屋里一片死寂，我冷冷扫视台下站着的丫鬟婆子，突然一笑说：不知哪位是奶妈，这么会做人做事。听我夸奖，以为有赏，一个穿金戴银的婆子走上前来拜我，满脸堆笑。大夫人，正是老奴。想必带过莲哥，才会被霍枫桥这般厚待。我不动声色，接着问：我看莲哥这么会看人脸色，规矩周到，想必就是有高人指点，却不知嬷嬷都教了些什么呀？竟能让一个8岁女孩这么言听计从，倒是比我们高门大户的家教还厉害。奶妈自以为得了我的看重，张嘴把话吐露了个干净。我对二小姐说，你哥哥常年在外打仗，如今新嫂进门，往后定是他掌管全家。若小姐还想有一席之地，不丢了分寸，就得从今天起好好听嫂嫂的话。连不懂家务事的霍枫桥都听出了不对，皱眉说：奶妈不该教莲哥这些的。奶妈看我抬着下巴悠闲喝茶，就越发口无遮拦。将军一走就是几个月，哪能知道内院的规矩呢？我接话问道：还请奶妈告诉我，将军府内院的规矩现在是由谁定的？他急忙忙冲我点头哈腰：当然是夫人您啦。他还来拉扯莲哥的胳膊：二小姐，快给嫂嫂行礼，说以后都听你嫂嫂当家做主。我一把抓住奶妈的手腕，向后一推，把她狠狠推倒在地。我把莲哥抱进怀里，轻摸她发抖的肩膀，轻声安慰说：莲哥，别怕，这里是我的家，更是你的家，没有人能够把你赶走，更没有人能做主逼你嫁给你不喜欢的人。嫂嫂不可以，你哥哥也不可以。莲哥仔细看我，原先吓得通红的眼眶，眼泪一丝丝消退了下去。奶妈这才听懂我的话外之音，回过神来，我刚才的言行，就是为了把她高高抬起，再看她重重摔下。前生国公府内，从后妈到庶女，从丫鬟到婆子，到处是比她心眼更坏的人。我见招拆招，遇水搭桥，发现最管用的还是这招捧杀。奶妈急忙忙冲我求饶，说她做错了事，不该欺负二小姐。我看向霍枫桥，知会他，
相公，内院的主人现在既然是我，看见错漏，我理当收拾干净。霍枫桥当然清楚，我是为了连哥好，安静的挑眉一笑，随我来做主。我发话道：怂恿一个8岁的孩子吃苦受累，既不讲理，更显无情。奶妈，看在你带大一场的份上，我不动家法，给你盘缠，即刻出门。他开口求情争辩，说他一大家子都赖在将军府里，出门了怕是活不成。我慢慢点头，差点忘了，你们这些老庸最爱仗着自己的一点功劳，拖家带口来吃白饭。管家在哪儿？今天就把奶妈全家都赶出府，若有闹事者，一律送官处理。我死盯奶妈，吓得她不敢再吭声。奶妈，见好就收，大家都有脸。要是惹我发了火，我林兆玉向来公事公办，吃了雄心豹子胆的，大可以来惹我试试。杀鸡给猴看后，将军府里立刻清静了不少。那天连哥亲手做的甜点，我们仨一块吃得精光。第二天，我便拉着霍枫桥早起，煮了连哥最爱吃的红豆汤圆。等他睡醒后，亲自端到他的跟前，开开心心喂他吃。上一世我带征儿也是这样，他们在啥事上受了委屈，就第一时间在相同的事情上弥补给他们。这样连哥往后见了桂花糯米糕，只会当成是份甜点，不会惹出他小时候的伤心事。小娃娃是很好哄的，只要大人们肯用一点心就行。看我真心待他好，连哥在我跟前天天开朗起来。梅儿比我小4岁，我10几岁时有段时间父母很忙，就由我来带他。那年我亲手给梅儿编花环、搭秋千，陪他画画弹琴，偷跑出门看皮影戏。现在我也照样对待连哥。天晴的初夏午后，杜鹃和海棠开的正艳，一片水红花丛前，连哥爬上我的后背，给我带了满头的花，笑声飘过红墙。我偶尔回头，看见站在廊下的霍枫桥，他死死盯着我们看，舍不得眨眼，一身青蓝长衫，红了眼眶。他转过身去，轻咳一声，憋回眼泪，再转头，留给我和连哥的全是温和的笑脸。月上枝头时分，夜深人静，霍枫桥轻轻从身后抱住我，头靠在我的肩膀上，他低声说道：我比妹妹大10岁，得过10几年父母的疼爱和照顾，可连哥打从记事起，就只有我这个聚少离多大哥。玉儿，我清楚，她原是我的妹妹，不该推脱给你照顾。可这些日子，我看着你们起居欢笑，你待她就像亲妹妹那么好，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暖和。玉儿，我觉得人起码要作伴几10年，才敢说不离不弃。可我跟你成亲不过100天，就已经离不开你了。我打趣他，霍大将向来冷酷少语，到底是从哪儿学的情话？我轻摸他的肩膀，柔声宽慰，那我也离不开你，行不行？霍枫桥却慢慢摇了摇头。玉儿，你这种冰雪聪明的人，不管嫁给谁都能把日子过好的。我不一样，我若离开你，很难有这么好的一个家了。我点头赞同，连连称是。霍枫桥最大的长处就是眼明心亮，他能看透世事，该留就留，该断就断。因此盛夏时圣旨急调，他带兵打仗，我还真生出了几分留恋。就算我清楚霍枫桥要在明年的盛夏才遇险，我依然有些担忧。我跟连哥连夜缝了一对护膝，递给骑在高大骏马上的霍枫桥。我的动静比我想象里更陡。相公，务必保重，别再受伤了。他的身上有几条旧疤痕，我每次碰到都会呼吸一停。连哥早已经哭成泪人，霍枫桥弯下腰，轻轻地擦掉妹妹的泪水，再伸手摸了摸我的脸蛋。他习惯去当全家最坚强的人，挤出一丝宽慰人的笑。娘子，妹妹，等我回家。唯有我觉察到，霍枫桥直身朝前看时，眼眶早就通红。他咬紧牙关，策马离开，汇入离家出征的千万个身影中。他们又是谁的丈夫，谁的儿子呢？保家卫国也就4个字，可这4个字里埋了自古多少阴魂。霍枫桥出征了，我不能成天沉浸在伤春悲秋中。为了叫连哥也赶快打起精神，我领着他一块去皇后娘娘宫里当差了。不出所料，小姑娘原本还在为哥哥抹眼泪，一走进气派皇宫就转移注意力，看折眼。我们一块给皇后磕头，听娘娘笑说：不愧是你，林兆玉，刚结完婚，相公昨天出征，你今天就能进宫当差，确实是颗悬崖所送。客套几句后，我立刻坐在我的办差桌前，开始处理我的公事。娘娘的书房里藏书千万，连哥是个喜爱看书的性子，自己一头钻进去，偶尔找我解答疑惑，倒是完全不用操心。因我赶考前就在江南治过水灾，所以皇后派发给我的就是水利。上一世听说霍枫桥战死后，我曾求梅儿抄一份战报给我看，他的死因可不是不会打。战报上写明，一是因救兵派得太迟，赶到时已没法挽回；二是因江东水多，河道错综复杂，盛夏时候又碰水灾，好多士兵白白牺牲在了防洪上。吸取教训，我打开江东的河道地图，全身心研究起来。这一世救兵能求皇后娘娘提前下旨调派，
至于江东水灾的难题，霍枫桥只有我来替你改命。我理清楚书本的知识以后，请旨让娘娘派我去江东治水，大概要离京4个多月。我便想回趟家看看父母。我刚进院门，就看梅儿匆匆迎了上来，两眼含泪，拉紧我的手。大姐真是狠心，要出远门也不通知我。咋了？结了婚，咱俩就没点姐妹之情了吗？我反抓紧她的手，温和笑说：原想在家吃过午饭，下午去国公府递请帖的，哪知道你自己跑来了。梅儿气得又哭又笑，搂着我的胳膊往里走。对，全怪我，打小就爱缠着大姐，这辈子是改不掉了。潜意识，哪怕他跟魏晨璧吵得天翻地覆，也没跟我断了来往。他从后院递请帖，我便懂事的支走魏晨璧，单独跟他碰面。这一世，我们也是一样的做法，凡碰面总是得躲开那个惹事精的。我们走进大厅，爹和娘等了好久，都迎上前来跟我问候。我心头高兴，却在瞧见后墙前站着的眼熟背影时，笑容一僵。这还是结婚以后我头一回碰到魏晨璧。回门那天，我故意躲着魏晨璧，查清了他们上午走，我就领着霍枫桥下午回。我原想今天梅儿会单独回家看我，没料到还带了他。虽说事过境迁，可我跟魏晨璧之间是没法一笑解恩怨的。他开口就酸说：大姐一个内院姑娘，单打独斗闯江东，准是要叫皇后娘娘寒心。我冷笑一声，寸步不让。妹夫哪里晓得，参加女官选拔前我就屡去江南治水，我写的文章全被收进了书院的课本上。要讲治水，现在满朝文武能盖过我的，绝对不会超出3个。大姐真是有些不知好歹。妹夫算是有眼无珠，看人不准。梅儿赶紧来打圆场，本是要一大家同桌吃饭的，看我两人吵翻了天，就临时男女分桌，把我跟魏晨璧分开。梅儿挨着我的身边，我问她国公府内事情可顺？她苦笑一声，说起难搞的后妈和庶弟庶妹。她讲那帮子小人要塞小妾，魏晨璧先吻，倒是全拦下了。后来又劝他们夫妻2人一块修仙吃丹药，魏晨璧却脑子钝，顺着坏人讲话。我连着地冷笑一声，这个短命鬼重活一回照样眼下心毛。我问梅儿怎么应付了，她说她把仙丹全扔了，还冲进道观警告老国公，借皇上赐婚当借口，说若不让他管家，就闹到皇上面前，搞得人尽皆知，谁都别想要脸。我冲梅儿连连点头，干得漂亮，就该这么治他们，当成谁是软柿子呢？可梅儿轻叹一声，委屈说：因我铁腕管家陈璧哥哥第一回对我发了火。大姐，你讲我是不是太出格了？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前一世莲哥能跟着梅儿当女官，待她这个大嫂像亲娘，或许她也曾像我一样收拾过将军府的那些坏仆。我挺好，梅儿也挺好，就魏晨璧是个蠢材。我啐道：我还怪你太在意面子呢。听我的，梅儿，你那后妈一家绝不能心软，该狠心就得狠心。你不出阁，到那时候出阁的就是他们了。至于魏晨璧，我没压低声音。屏风后的另一桌上，魏晨璧像是一转头看过来，我赶紧捂嘴，小声说：你管他呢，好话难劝该死的人。上世魏晨璧35岁早死，大伙都觉得可怜，只有我觉得他一生糊涂，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。梅儿苦涩一笑：大姐哪里知道，我对他有意，怎能丢他于不顾？我一时语塞，夹了几块肉，压了压闷气，才讲：这是你自个儿挑的路，走成什么样你自己扛下。我唯有一句劝告，若是你那最后要跟魏晨璧翻脸，好歹给自己留个后。你这么爱热闹，可别孤苦终老了。梅儿死死盯着我，暖风吹来，飘进花香。她突然问我：大姐，你也是重生的，对不对？我筷子一顿，随后痛快点头，说是。梅儿沉默了许久，最后低着头，哑声对我讲：大姐，这一生我绝不会再连累你了，你只管往高处走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再坑害你。我过后才听母亲那边说起，魏晨璧联络了好多官员，要上奏弹劾我跟霍枫桥。娘搞不懂为啥呢？唯有我跟梅儿清楚，她就是在记恨前世的恩怨，想来报仇。可这些破事都让梅儿拦下了，她甚至为这事拼死相逼，惊恐之中流掉了一个成型的胎儿。娘讲，她听到风声去探望时，魏晨璧正在痛骂她的庶弟庶妹们，听那话似乎还跟她的后妈白氏有关，还能是为点啥？肯定是她找梅儿麻烦时，白氏领着她的儿女一块撒野，这就坑苦了梅儿。这点事是我在江东治水大功告成后才搞懂的。从屋里听娘讲完走出来，我接旨入宫领赏高升，刚换的紫红麒麟官服都没来得及脱，我就急火火冲进国公府，扑到梅儿的床头。她脸庞发白没血色，听见我的动静，有气无力睁眼看我。大姐总算回来了，大姐。她慢慢摸着我的脸蛋，全累瘦了。她要自己进厨房煮我最爱吃的菜，帮我养身子。我赶紧把她按倒，
劝他好好养病，才是最叫我放心的。哄梅儿睡着后，我跨出屋门去挨个算总账。跟前满头乱发的魏晨碧正一脸愧疚，待在冰冷的秋雨里，看着病床上脸色苍白、刚刚失去孩子的梅儿，林兆玉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火。魏晨碧，魏晨碧，从上一世连累我困在后宅15年，这一世又害梅儿失去孩子，你到底还要害多少人才甘心？魏晨碧站在雨中，满脸愧疚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终于明白自己一生的糊涂给身边的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。你安心，我能还清所有的，今生不会再脏了你的手。后头的1个月里，国公府接连放出风声，魏晨碧抢到管家权，为庶妹寻了合适的亲事远嫁，把庶弟们送军营去历练。他干了跟前世的我丝毫不差的事，可白氏作恶多端，最终机遇成疾病逝，比前世早了许多。过枫桥打仗凯旋那天，身板才养好的梅儿也上门了。他看我跟相公还有妹妹抱头大哭，也红了眼圈。卧房里，梅儿喊累，我便把她轻轻抱进怀里，跟她并排躺着。她靠我的肩膀，无声的流泪，好久才对我讲：“大姐，陈碧哥哥昨天问我，还愿不愿意跟他生养孩子？若我答应，他就能多活些日子，等照料我平安生下孩子，再去赎罪。”我也安静了好久后，才问他怎么打算。梅儿的泪水流得更急，两手无力，在我怀里难受的蜷缩，哭得上气难接下气，差点咳出血来。我急忙要叫大夫，梅儿一把拽紧我：“别慌，大姐，等你先听完我的答复。我昨晚在屋里干坐了一宿，他在门外也跪了一宿。天亮前，我走到门旁，死活没敢看他，就隔着门回他，我不答应。”梅儿不答应，因此她今天躲来了我这边。她多半也算到了，天刚擦黑时候，一阵暴雨里，定国公府的管家跑来报丧，说魏晨碧因长期郁结于心，加上早年服用丹药，损伤了身体，最终病逝了。皇上赐婚，不能回娘家。梅儿在处理完全家丧事后，进宫请旨，去太庙整理古籍。从这那么热闹的国公府，人去楼空，雨打落花，关紧门。我心痛，她要常伴青灯古佛，孤单余生。梅儿却平静一笑，回我：“大姐，其实上世看你在国公府经历的那些，我有怀疑过。魏晨碧这人，估计只适合谈情说爱，不适合过日子。可我贪心呀，总觉得他对你不好，是不爱你的缘故。若我嫁过去，定能夫妻和睦。原来到底是我错了。”他望向我，抛开所有贪念怨恨。现在我也想走一走大姐的路，试一试能不能做一棵悬崖孤松。我俩考女官，我专攻治水，他主修古书整理。以后的梅儿并没虚度余生，而是守在冷清的太庙中，编纂出了一本史书，流传后人，名留青史。而我家呢，因我早做准备，修好了江东的河道，又提前请旨派出救兵，破了霍枫桥必死之局。就像冥冥之中自有老天，江东一战，他虽保住了命，却受了重伤，从此只能瘸着了。坏事里藏福气，福气里躲灾祸。霍枫桥为这被恩准留在京城监督三军，不用再去前线拼命。虽说瘸了一条腿，可他没点唉声叹气。过半年，他就能手脚齐用，自创绝招，打败了好多营中猛将。他平常会用拐杖，但会故意在我跟连哥跟前丢开。不用，我问他为啥这样，霍枫桥低下头，总是在我跟前自卑可怜。怕坏了你们的兴致。我狠狠捶他胸口，装凶狠骂道：“又看清人！”他听完，眉眼弯弯一笑，倒进我的怀里。好月儿，这辈子绝对不犯了。以后的我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我生了一个丫头，本想跟培养连哥和真儿那样，叫她当文官，哪知她看他爹断腿也能上房揭瓦，就着迷于练武。练着练着就去了军营，像霍枫桥那样10几岁的岁数上场立功，惊动满朝。我没法摇头笑叹，连哥倒劝我：“嫂嫂还有闲管丫头呢，现在宰相这位已经空出，嫂嫂若不动手，我可就要抢一抢了。”对了，前一世真儿当上丞相时，直说讲他有这风光，全靠着我的教导。他讲他做梦都在盼，若我能跨出内院，比他更该坐上此位，实现心理抱负，给百姓求点福气。这事我肯定会这么干。当上丞相那天，我站在金銮殿的大红门槛前，抬头看天。真儿，你走过的道，娘也走了一趟，你的盼望，娘替你达成了。皇宫外，相公、丫头和妹妹在盼我回家，他们看我的眼睛从头到尾情意满满。拉着霍枫桥的手，他对我讲：“梅儿，今天也请假回家，要恭喜你当上丞相。”我柔和的笑说：“我最爱吃梅儿煮的饭，瞧着，今晚要有好料了。”晚霞缠绵，好看的红光洒在我们跟前宽阔的大路上。我大步朝前，绝不转头。上世不错，这辈子挺好。女子的天地从来不止深墙大院，心有山海，
便不必困于方寸；手握锋芒，便无需依附他人。姐妹同心的温暖，家人相伴的安稳，凭己之力造福百姓的价值，远比强求来的爱情更珍贵。愿屏幕前的你也能挣脱世俗的枷锁，不被定义，不畏流言，在自己的人生里大步向前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那束光，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样子。